的一个朋友来桃李根办事，说没有地方住。我说住我那儿吧，我借你住2天。没想到来这么快。警官证，黑箱。小南，我的同事。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今天白天会回来。没事，心意呢。哎，好，不好意思，你们先聊着啊。我给你打个手套。愣什么神呢？早点睡吧。你先睡吧。你以前办大案拿不下来的时候才这样，这可倒好，到了厅里还没接案子就这样了。你了解劳动林吗？当然，劳动林。我到警校档案室第一件工作就是整理10大神探的材料，劳动林排名第1，省里的好多案子都是他破的，部里都聘请他做侦查顾问呢。我是问你了解不了解他这个人？人？不算了解。哎，不过我听说他结过4次婚呢，个个都特别年轻。他现在的这个比他小20多岁，好像是个中学老师。你看人家，你看看你。东林打过电话吗？说你要来，全在这儿。夏庄在下面。听东林说，为了他的事儿，你跑了好几趟，辛苦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坐会儿吧，吃点水果。不了。所有东西都收上来了，这是入库清单。工作干得不错啊。哎，全英嫂怎么样？什么嫂子？全英嫂子啊，挺好啊。老爷没在家，你小子没口福啊。老爷要是在家，你就能吃上全英嫂子做的饭。哎，尤其是那个臊子面，好吃。吃什么无所谓，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我接下来休息，先休息几天，有事我再招呼你。好吧。
我想起来了，是你啊！我们见过面的，邵助理。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楠。你好。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一下子从桃李根来了省城？我还想问问你呢，怎么就来了图书馆啊？这是我的证件，请过目。因为还没到上班的时间，所以我就没带它。我头回来。咱们算是邻居。我是说，图书馆和公安厅离得很近，所以欢迎你以后常来。邵助理，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我和劳叔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关系。我想象的哪样？你的眼睛骗不了人。不过我不怪你。那天我从省城赶回桃李根的时候，是乘大巴回去的，一路上又脏又累，所以到了劳叔那儿我就洗了个澡。我想他白天也不会回来，没想到就让你给撞见了。我也觉得好笑来着。劳叔有过几位太太，一位比一位年轻，所以我怕你以为我和劳叔。劳叔是个最好的人，他一直在帮我。有个你们叫做1112的案子，你了解吗？怎么了？那个开枪杀人的副市长，他叫祝磊，他很冤。对不起，时间到了，我得上班了。希望你以后常来。哎，曹楠呀，挺巧的，没等我去找他，他自己先来图书馆看书了。我没提太多，不过他好像不是太关心。您真的认为他能帮得上我们吗？我也不知道，看运气吧。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我想了解一下1112枪击大案。你觉得你有这个权利吗？我觉得劳东林辞职到桃李根可能和这个案子有关系。怎么觉得的？直觉。直觉？这么多年你破那些案子全靠直觉？干我们这行光凭直觉行吗？在县公安局，你那条你可以一手遮天，你想抓什么案子就抓什么案子。这是公安厅，厅里有很多部门，一个案子该哪个部门负责就得是哪个部门负责。何况你现在，更何况我是个临时工。让你休息你就休息几天，过几天工作一来了，天天累你个半死，你就是给我磕头我都不会给你架的。其实劳东林到桃李根，他为什么，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我觉得厅里边能批准他的辞职，就是在纵容他的法外之法。法外执法，这什么帽子？该枪毙的帽子。对不起，我用词不准确。不过我认为，您明知的一个辞职的警察在对某个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做个人调查而不加制止，那就是渎职。谁不制止了？我派你去了3趟桃李根，干什么去了？我认为早就应该有组织出面。我认为您派我去桃李根，单独和劳东林谈话，那就是个人行为，那就是不恰当的。你现在还没有资格来评论厅里的工作安排。我告诉你，派你去桃李根，我是请示过厅长的。急死！哎，小秘书，干你们这行的，老哥真是找不到一句什么恰当的形容词来形容你们。哥哥现在又不是警察了，你担心什么吗？
脱了警服的警察办什么事儿也拿不到桌面上去了嘛。今天咱们纯粹是哥们儿私人聊天嘛，是吧？啊？是。我和朱雷是朋友，你说是尽点朋友的义务也好，你说是哥哥想多知道一点情况，满足好奇心理也好，反正这个事儿啊弄不清楚啊，这心里头老折腾，是吧？闹腾，你得给我说几句。兄弟，从朱雷当副市长那天起，你就给他做秘书，出事儿的那个张海是你的继任者吧？其实那事儿怎么出的，我的确不知道。行，不知道咱就不说这个事儿，咱聊点别的，行不行？比如说，毕竟你和朱雷是这层关系了哈。比方说，朱雷和那位，张海和那位也是做过他的秘书吧？我真服了你了，我。算上这回咱们是第3回谈话了吧？你心里头是不是打算把这老头子给憋死呢？你好。谢谢。客气。自从朱磊出事以后，在桃李根很少有人敢在公共场所和我聊天，我都有点觉得不太自在了。聊聊天怕什么呀？他刚出事的时候，成天有穿着警服的人到我们家和单位去了解情况。朱磊没有别的亲人，就我这一个姐姐。其实我这个当姐姐的，平时跟他也很少来往。他这个人清高，总觉着我们那口子是个工人。这都家里事儿，说这些干啥？最近看过他没有？去了，上个月。看得怎么样？我毕竟是个女人，一看你自己的亲弟弟从副市长一下落到那个地方，我心里头就……朱磊说：“别让我丢人。”说我们谈话的时候，录像都看着。后来就问我儿子考学的事儿，说现在学计算机已经不吃香了，要考就考国际贸易。我就问他那个事儿咋样了，有没有缓？他什么都没说。老爷以前给你们上过课？他哪会上课呀？那以前在厅里你跟他干过？没有。光听那么高的门槛，我可进不去。这个师傅，从何说起的？那是96年，我刚到刑侦队，还没有当队长，也就是个探长。出了起命案，凶手把尸体抛在了工地。我们设定了几套侦查方案，4、5天明查暗访，一点头绪没有。正好赶上老爷那年啊，评上2级英模，上我们市局来做报告。我们的局长就说呀，让老爷帮着我们看看。老爷到了现场，转了3圈，指着附近的几个简易棚和一个发廊说：“凶手跑不出这几家。”我不服啊！哦，你一个小老头，你空口白牙的，我们几10号人都忙活好几天了。局长让我们查，我们又不能不查，我们就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老爷还特意叮嘱我们，让我们穿上警服去调查。当我们敲到第3家的时候，一个捡破烂的小老头掉头就跑，我们就追啊。追上之后，我就问他：“你跑什么呀你？”你猜怎么着？凶手，人就是他杀的。我们上他家一搜查，凶器找到了，而且他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连车票都买好了。神吧，说实话，这个案子要不是老爷来得及时，就是累死我也破不了。往后啊，再有什么破不了的案子，我们就直接去请教老爷。就这么着，当上了他的徒弟。你还说呢？我都努力了7、8年才当上徒弟，不容易。你不知道啊，过年过节，我得掏自己的腰包买上土特产，上省城看望老爷。要是老爷有机会来到桃李根，喝多了，我还得亲自给他端洗脚水。真的，你笑什么呀？这徒弟就差当尿盆了吧？你不知道，老爷啊没儿没女，收我做徒弟的时候就说了，到老了让我给他养老送终。这责任可重大了。哪儿轮得着我呀？我告诉你，在我之前还有6个徒弟，我是老7。我这么跟你说啊，各县市的刑警队长都想拜他为师，但一般的人老爷根本看不上。那他还收了这么多徒弟啊？我以后没了，就这7个。老爷说过了，等他80岁以后，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只要这7天，天天有酒喝 ，OK 了。爸爸吃过了。刚才有个叔叔请爸爸吃饭，吃的特不好，让妈妈陪你。那你干嘛做这么多好吃的？爸爸闲着没事嘛，练习厨艺。你不吃了？不吃了。等会儿你把你整理的10大神探劳东林的资料找出来给我看看。你干嘛呀？学习学习。小20年的警营了吧？15年了。哦，15年。一个副市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杀死了自己的秘书，但是没有弄清楚哪里来的枪，哪里来的子弹。你说，这能结案吗？当然不能。但是弹道专家和尸检专家的分析和现场勘查的报告都证明，这个副市长确实开枪杀了人。他自己也承认，开枪杀了人，愿意伏法，能量刑吗？原则上可以。那就会有很多背后的事情永远都查不清了。你是想告诉我，你现在就在查背后的事情？为什么跟我说这些？我已经脱了警服，有些事情做不到了。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不能。我是警察，不是私人侦探。我劝你也打消这个念头。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个案子有什么疑点，你可以向组织汇报。就是这个问题，有些糊涂的观念得澄清。上一次我跟你说过，想约个时间跟你好好谈一谈，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时间？没有。对不起。赵总队，又有啥事儿啊？我刚才看见劳东林了，就在公安厅旁边的图书馆。他跟我提到了1112枪击大案。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应该跟您汇报。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了。啊，全英嫂子吗？我是赵不六啊。对。现在。好吧。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不好意思，邵助理，我听劳叔说您不太愿意帮忙。其实如果你帮他的忙的话，就是在帮我。1112枪击案的犯罪嫌疑人，你们是这么叫的吧？桃李根市的副市长祝磊，他是我男朋友。也许你不太相信，他大我将近20岁，但他真是我男朋友。如果没有去年11月12号那天的话，可能我们已经结婚了。他什么都不肯说，但是他冤，我知道他肯定冤。我认识他快10年了，他绝不会开枪杀人，他根本不可能有枪。他是我中学时候的班主任，我们俩那是后来的事儿。上学的时候只是觉得老师挺好的。2年前我在见到他的时候，听说老师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后来我们就出了那件事以后，没有人相信我是他女朋友未婚妻，我想见他都不行。只要他同意，你可以去见他。可是他们说祝磊不想见我，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现在只有劳叔相信我。劳叔说你是个好警察，可他又说你不愿意帮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帮我？